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感觉？你做错事，已经道歉了，也发誓改过自新，甚至还奉送一杯星巴克，但对方的脸还是比冷气还冷。你心里呐喊，不是说原谅我了吗？那我为什么还活得像被封锁的赖账号一样？这种你说爱我，但我怎么感觉不到的状态，其实在诗篇85篇早就有人经历过，还不是一般人，是整个国家。一开场，诗人就像在翻过去的旧相簿，一边看一边叹气。耶和华啊，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，救回被赎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1到2节，用现代话说，就是神啊，你以前对我们超好耶，有赦免，有恩典，有快乐时光，我们那时真的有被你宠到，但是现在不是那样了。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像是曾经甜甜的恋爱，突然变成冷漠的交往。诗人开始质问，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流到万代吗？第5节，直截了当，当地问神，你还在气哦？还要气多久？诗篇不怕把情绪摊开来讲，因为跟神说真话才是信仰的起点。接下来，诗人就像一个跪求和好的情人，还带诚意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第6节，他没有说让我们发大财，而是让我们再一次喜乐起来。而他要的喜乐，不是来自快乐肥仔水或领到年终奖金，而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回暖了。然后他加码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第7节，这里的慈爱原文是 Hesed， 是一种忠诚、持久、稳定不变的爱。也就是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爱我们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永不过期的。然后出现剧情大转折，诗人不再碎碎念，不再要求，而是安静下来，听神说什么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。第8节，终于我们从情绪风暴来到了安静的对话。这不是冷战的安静，而是信任的安静，是那种我知道你会说话，只是我要先闭嘴听的安静。然后神真的说话了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第9节，神不是在说你们还不够好，而是说我准备好了，只要你们愿意靠近。接下来这段简直就是圣经版的爱的迫降，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第10节，这是我最爱的一节，因为它像一出最美的爱情片。想象一下，诚实通常会说你错了，我不客气。慈爱则说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但是在神那里，诚实不会毁掉慈爱，慈爱也不会稀释诚实，他们竟然可以牵手同行。还有这个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第11节，上下呼应，天地合一，
神与人再度连线成功。这不是神妥协，也不是人装没事，而是因为救恩的方式让关系重新对焦。最后这段诗篇画面美得像一部动画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12到13节，换句话说，神不是只在天上发光，而是在地上留下祝福的脚印，让我们可以跟着走，不再迷路。走在神的路上，甚至连泥土都会长出东西来。诗篇85篇是一首从低谷呼喊走进神心意的复兴之歌。它提醒我们，即使感觉神沉默，他仍然在说话。即使你曾远离，只要你回转，恩典早就在路口等你。神不是在天上冷冷观望，而是早已预备好热情拥抱，他的爱从不失联。